不在场上，再加上李源的话呢，其实呢在康体这边呢真的是元气大伤。真的，刚在赛前跟这个显成教练聊了，显成教练很无奈，讲啊，都去跳远比赛啊，校庆会啊，铁冠军啊，跳被落壁啊，然后就李源跟我讲，就大腿内侧拉伤，那就他妈妈处理了，这他妈妈处理，可能还要1-2个礼拜啊，所以说短时间之内，那我问说雷诺公。显成教练跟可能过来几个位啊，所以说那当然有好有坏，那当然显成教练也摆明讲说啊，就让其他人有机会好好的稍微也锻炼一下，我想这也需要了。没错，好，那另外在整个屏东台电这边，其实也有一些伤兵，小毕监桃啊，听说是被林锦龙他在拦网下来的时候。被瞪到，所以有点就吃萝卜干。是，后来听说又吃了第2次萝卜干，又不敢讲，对，所以说整个手就完全没办法用力。所以说那个邱老师快点过来讲，阿斗吃萝卜干，那一整个月啊，那个屏东台电说阿斗拢不斗练球，没办法练球。所以说选手有时候这种当下的状况跟习惯，像美金老师，你以前在打球，你一定会包扎贴扎吗？还是你不贴？我不贴，你也不贴。对，那就是其实，在拦网的一个时间点，如果可以抓的比较好一点的话，萝卜干的一个次数就会少一点。你有吃过萝卜干？有，但是不严重。OK。对，我也觉得萝卜干不至于太严重。可是刚刚听屏东台电讲，小 B 的那萝卜干吃的算起来是这个有吃的真的很咸辣的萝卜干啊，所以说看起来短时间之内没办法上场。好，两边都有一些这个阵容上的一点点小小的一个缺失啊。那来看看两边在今年已经对两队而言的整个战绩啊是有一点点的差别。当然也期待康帝今天能够在几位原本啊可能是比较擅长的跟先发的球员不在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啊。那也是第3度的要面对屏东台电啊。那连续2周在这个苗栗的一个赛程，其实我们也都在适应这种比较透光帷幕的球场很特别，就是像比如说现在下午时间，它就会有一点时候忽明忽暗，是因为就看外面有没有阳光，有阳光它就亮一点啊，没有阳光就它会又暗一点，所以是不是对选手来讲，他也需要做一个这个适应的动作？对，当然了，但是呢，因为其实球赛也是算是公平的哦，所以呢，其实呢，对手呢也是在做一个适应哦。那再加上呢，其实局跟局之间呢也会有互换场地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哦，所以呢，还是呢算是公平的。对啊，其实美金老师现在也在成功高中，所以说你们的赛程也要开始了嘛？没错。在奥雷百的台南。对，下礼拜3开打。哇，所以说这 HV2也是这种兵家这个必争之地啊，所以说这个美金老师今年对学校的球队有什么样的期许吗？尽力，今年真的是不容易啊，对。但是呢，当然是希望选手呢可以把平常所练的自己的身心状况呢调到最好，那就是最好的一个表现。立马怕甲一嘛，对，没错。甲一的是不是带甲一的是不是压力会比较大一点，还是其实还好？就是比较不好打，哈。好，我们来看看两边的先发球员，在屏东台电这边来讲啊，黄宇辰举球，然后举队黄振良昨天拿了26分。那中间手包含是8号的庄少杰，还有17号的林义辉。那另外就是2位的主攻手，18号的许文成，14号的曾祥明。那李嘉轩跟李伟轩2位自由。再来看台北康体的部分，这个李冠伟举球，那举队是林生昨天表现相当好，拿了19分啊。那另外在整个攻击手的部分呢，包含的是郑胜瑞今天担任先发，还有张浩博昨天也是有相当精彩的演出。杨承恩中间还有6号的廖鸿生，那2位自由是陈佑成跟洪承佑。对，刚忘了提了，这祥明其实在上一个礼拜他们输给这个屏东台电输给了这个桃园台产之后，他也有一点小低潮，所以昨天打起来就没有那么的顺啊。是，其实选手每个一个时间点哦都会有高低潮哦。那其实也考验着每个教练哦怎么样去调整选手的一个时间点呢？好，我们来看比赛，要由康体先发球，李冠伟。10号位，哇，这个球有点拉出来，是不是有点没什么timing，没有抓得很好，所以对，基本上没什么助跑。许文成原地起跳的感觉。林生很聪明哦，跳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手完全没有拿起来。真的，不过有的时候真的是观察，你看那个对手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准备，这个球可能打平的几率比较高哈。再来一个，好，这球守住啊，这球垫得不好。哇，没菜啊，撩几粒。
中间飞出来，林生没有看到这个球到底是往哪边落啊？这分还是让曾祥明给拿到。前排中，杨晨虽然说有顶到，可惜啊，卡吧林生没有注意到这个球的落点。于晨的发球，短球，好球，8号的郑胜瑞呀，出手相当的快，直线撇掉。对，郑胜瑞在大专杯的一个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哦，攻击的得分率也是很出色。得分之后来到后排，准备发球。2比1。C4快攻。哇，这你就觉得好像他就一直等在那边哈，等在那边来就把那个拱了。哦，这个球，完全埋伏在后面的 C。许文成的发球2比2。修正球呀，这球给谁？稍微短哦。林生恩这几天这个打起来就信心满满。今天还带了一个相当帅气的发带哦。对。其实李冠伟的一个举球在花桥的时候，他的一个节奏跟到位率哦都不错，对不对？对，就蛮不错。其实看他举球就很舒服啦，这样讲好了哦，应该攻击手打起来是蛮舒服的。对，而且才是大一的新鲜人哦。嗯。哦，转直线，这个是完全是一个高空作战的概念啊。曾祥明。嗯。哇，这球打点拉得相当的高啊！一上去觉得他那个身体的角度就是要撇直线哦。3比3。林义辉的发球。嗯。哇，这球哎有。吊球。这个球，这个发觉给的球有点短，他的退位之后，然后上去根本来不及换右手，还是没办法。整个球是太贴网了，那加上这个圣恩的一个高度呢，并不是很突出哦，所以是很吃亏的。林义辉呀，4比3，只能够修正了。哇，郑胜瑞真的是对啊，3人拦网，信心满满啊！后排打那个催泪，哇，这一样啊，瞄那个右侧的手的外侧哦，还是抓得很准哦。4比4。林胜恩的发球。哇，欧巴了啊！爸爸没吃到，张浩博。黄振良这球想要轻轻的放，可惜了。其实一上来到目前，这个屏东台电这几个搭配没有搭的那么顺哦。是。5比4。吊球还是有点不是卡卡的、哦。哇，郑胜瑞这2个后排都很凶啊，可以打哦。浩博的出手啊，好球好球！你看哦，虽然说李源跟雷诺不在，可是你看这几场打下来，张浩博、郑胜瑞就打得信心满满。对。哦，有的时候选手真的不要乱受伤啊，那受伤回来就不威啊啦，哈，对不对？这打得好，基本上就继续打啦。6比4。林胜恩继续发球。嗯。哇，这个球郑祥明接得不好。对。吊球。好，这球救得不错。后面来看看林胜恩大角度，漂亮的后排呀，这个修正修的真的是够高啊！可以发给曾祥明制造一波后排的进攻。哇，打这个大斜线，打9米的长线啊，这球漂亮啊！现在台电喊暂停，4比7。没有很强。陈敏先接完再跑，先接完再跑。然后
动一下嘛。阿亮，现在是晚安出去啊，那28嘞，还爽吧？来，对，走，可以，走，一个来，这样。 其实这比赛一开始啊，整个康体进入状况的速度很快，而且正是因为几个球跟林森几个球后排的空间拉出来，哎，反倒在整个屏东台电的整个拦网定位上，俩波现在也丢哈。对，而且反倒是康体这边打起来其实是比较没有压力的、就是放手呢，去好好的去享受。7比4，界内球，有，这球压在9米线上，再一分，挑战。 善元教练不客气啊，挑战界内界外。屏东台队提出挑战项目为界外球。哎呦，哇，这几天下来，其实这谁啊？佑成那个脸。我讲实在话，其实来现场看球啊，这个镜头的互动，那不管是挑战什么，都可以稍微大家稍微一起啊感受一下。李元人气一直都很旺啊。郑伟志、林一辉。那在前一场女生的比赛之后呢，接下来今天的安排有2场都是男生的一个赛事啊。好，来看看这个球落点，出界。 哦，挑战成功哦！这球是界外，但落点是很漂亮的，相当漂亮，而且基本上那个打起来是很有信心的哦。是黄振良的发球，4比7。啊，对不起，应该是5比7哦。还是给后排，有后排的进攻。 哇，黄振良飞得很高啊，打这个大斜线啊，是因为当兵的关系吗？头发比较少，更轻啊，感觉上跳得很高啊。是。前2个礼拜刚从那个军中把他戒掉出来，就还没有跟着练球，这礼拜就完全恢复了哦。修正球。 哇，这就有点慢啊，不过还有，哇，少杰真的是相当的聪明啊！哇，今年庄少杰的整个膝盖的状况一直维持住，那他在整个中间真的也让屏东台电在整个操作上跟整个人的运用上，就真的是有更大的空间哦。是。赶上来了7比7。 哇，这个太想要凹下去了啊！没有第一时间出手，这个反倒是球点掉下来了。哇，原本的7比4领先4分，一下下被屏东台电连追4分，现在是台北康体喊暂停。好不？状况要赶快调，不是都你的都。 在讲，然后老三要喊，要喊的代表说你在准备啊，对不对？来，好，我们先把它给调进来。7比4又8比7。男生的比赛真的节奏很快啊，这3、4分有时候差不多5分钟以来都被翻过去了。没错。 暂停过后，继续由黄振良来发球。8比7。哇，又接得不好。啊，接得不好，这个攻击手的空间就变得有点为难哦。是。而且现在拦网的一个优势应该是台电这边哦。是。所以球呢，绝对不能太靠网。 9比7，这几个球都是攻击手在追着球打哦，没有什么空间，也没有什么高度啊。哦，这球转得相当斜啊！哇，张浩博。
8比9。曾祥明拉高打点，这球没打死，哎，这球还是没有做好。再来，还有4号位曾祥明啊，这球一样哦。大家好像觉得这个球，当然一方面第一时间的补位啊，这个等到了抓到这个球点上来的时候啊，那个曾祥明也没有退哦。9比9。后排的进攻，出界，有点可惜了啊，有点可惜。对啊，后排的攻击这个角度是有拉出来，不过还是出了界啊。10比9。好，他叫。10比10，廖鸿生。好球，压在9米线上，直接的一个跳发的 S。其实康体的选手也是蛮享受的。好，现在屏东台电把郑伟志给换上来，让曾祥明退场休息啊。康体今天其实进入状况的时间蛮快的哦。11比10。4号位的进攻，哇，平行的逼快，庄少杰这球狠狠的 K 下去了。11比11。还是给后排。哇，骗到自己人了，有点可惜啊。放慢节奏，这球被点了回来，反倒让许文成有那么一点来不及啊。李冠伟呀， ，S 快攻，想要抓没成，再来。好，往空中平着打。林胜恩，林胜恩也是看看能不能救得到，可以。chance ball 的机会，还是给林胜恩，还是没打死。对。郑良，哇，洪正良，球，哎，这个球的真的是很有的哦。第一个，他真的跳得够高，打点拉高，同时就只有做一个收腹的动作，没有用力耶哈。哇，这个球就习惯打这样子的一个弱点。对，而且就是看得出来，就他在自我的条件也好，跟自信心满满的哦，拉长线啊，就是闭着眼睛就是那个点。对，这样讲，也没错哦。彼此快攻，这球就到，追过来4号位，许文成，这次还是被顶回来，再来，皇上处理球，哎，拉太开了。许文成的进攻还是被拦下来，还有，好球，好，康体这一波，中间跑动，然后2号位大斜线也没打死。林胜恩再做一个个人时间差，1位攻击也没打死，许文成，连拦3波啊，第3波3个人拦网啊，很看得起老大哥。许文成觉得你们太针对我，你们真的太针对我。
哇，3波其实都被挡回去哎。对，哇，1个篮、2个篮，到了3个篮，就非得把你拦回去就对了。好球好球，精彩的一分，13比12。曾生瑞。啊，这个发球。不过我们常常在讲，有些时候是那种伤害性不大，可是侮辱性很强啊，就完全是针对性的啊。看看待会许文成能不能讨回来了啊。先用发球来讨。真的，13比13。还有球迷在问李源，李源因为刚刚讲啊，他在学校的校运会跳远冠军，可是跳一个大腿内侧拉伤啊，所以说这2天都没办法打球。不过刚刚看他在赛前有在就是跟队友的一个练球啊，说差不多在1个礼拜了啊，没有感觉起来不是特别的严重了啊。就多拍之后要休息。真的。然后我说他到底跳多远？他说差不多跳差不多6米左右啊，没败啊。杨承恩的发球。中间跑动拉出来，哦，这个拉高，好，防守上有积极，往手上打。嘉轩救起来。哇！黄正良今天在空中捞优嘞哈，老厉害，硬是把这个球往直线把它给撇进去。是。他切进去切的比较早啦。对他发现呢卡威的位置哦，希望呢能够撑到球溜到右边哦，再做出手。19号林怡辉。14比14。短球。哇，好球好球！他需要的得分。呀，廖鸿生。第1局到目前为止2边的整个内容其实一直都打得相当的这个接近啊，也相当的紧绷啊。15比14。开网球。哇，黄正良还是很会打哦。对，整个呢是往网子哦来做一个平推啊。呀，这都是完全是打这种经验的手感啊。没错。这经验不足就往下压了。对，15比15，黄正良的发球。这个雷诺休多久？显然搞到攻过去够位了哈，不知道啊，有的时候就是教练的预估了。中间的快攻再来1分，好球！廖鸿生呀，廖鸿生连续2波的一个进攻跟得分都是靠着他的中间突破。16比15，张浩博的发球，修正打长攻，哇，这就是年轻人。郑伟志这个球，不管前面几个人就很用力的super的丢了。哇，这个球真的被包得死死的哈。对。17比15，2分差。哦，这就守住哦，不容易，后排有机会。哎呀，有没有插到？没有。哎，有时候你真的哈，没想到你会觉得看这些年轻人打球，就觉得那种精力满满、精力旺盛，对不对哈？都很想要把球打破的那种感觉，真的。换上66号的詹敏汉啊，詹敏汉上来。好，郑伟志的发球，16比17。宝宝球，哇，这个球发得漂亮啊，郑伟志！哇，这个直线的一个跳发，完全破坏了对方的接球，也让前排的举球直接把包吃掉。17比17，追上来了。
生。哦，是。这有的时候看这种台北康利打球，当然你当这个林生，你这样给他这个充分的那种弹跳的爆发的空间的时候，哦，他那个飞行的距离确实是很远哈。对。18比17。廖鸿生的发球。啊，走直线，可惜偏了啊。庄少杰，双方还是平手的局面哦。中间的快攻，杨承恩被顶回来，这球救，没有勾起来啊！是。哇，刚刚那个球，如果说鱼要出去，是不是比较有机会把球把它顶高一点哦？对。步伐好像还差一点点，所以这个角度没拉回来。这个球其实詹敏汉做的不错，对他虽然没有跟着他起跳，但是他看到球一上来的时候呢，他是弹身的速度是以最快的速度来去抓球。呀，哇，3人拦网从中路要做突破，这球被拦死。哇，这2分对台北康体有点伤嘞哈，有点伤。现在是2分落后，台北康体暂停18比20。他抓到位那个脚啊，那种我要破去的一样用。那刚那个强力发球，那个是比较强的，要把动作做完，做完是要怎样做？就把身体挤下去啊，没有你攻击也没关系啊。其实我们在比赛常常聊到，因为毕竟台北康体的最起码现在的变法来讲，个头还是比较小，所以说如果没有速度做掩护，做一些其他的掩护，单支就算你跳得再高，你还是比较容易步入到对手的一个这个活网里面了哦。是。20比18。哇，这球只能够修正了。对。哇，开网，哇，这个球不是打板奖，这个球已经超越体育署啊，不，已经是从体育署的整个这个广告板上面直接给飞了出去，完全没有包到球啊。对，就是球没接好，就真的打起来就比较辛苦哦。是。21比18，还是欧吧。黄正良，哇，黄正良真的这2天状况真好哎。对，球一起来的时候，我们看他咬着牙在助跑。对啊，这个球摆明是来不及啊，对啊，还是被他凹进去啊。哇，这一下下你看4分差了。这边再换上郭博义啊，举球的节奏稍微换一下。原本是18比17，是康体领先哦，等于是连续让屏东台电拿了5分呢。是。好球，后排。张浩博的得分。球迷很可爱，还有人在下面留说有球员的眼睛很漂亮。哦，你这搞，你看等级，你看出来当眼睛很漂亮。后排的进攻。哇，这球跳得很高，哎，这球有。郑升瑞。哇，踢到了大铁板啊，真的是铜墙铁壁啊。好，现在屏东台电换人，曾茂聪上来，让黄正良退场休息。第一局黄正良还是打得算起来是轻松了啊。是。中间的快攻，哦，这球高举高打。杨承恩。赶上1分，20比23。
吊球。收起来。林胜恩也是吊球。哇，这球有点出去。哇，这球拦网出界。差那么一点点。对。不过也正看得出来，确实在整个跳的弹跳能力上来讲，确实这球确实是跳得够高了啊。好，现在屏东台电再把曾祥明给换回来，绕到前排了。哇哦，好球呀！还是交给了2号位的林胜恩。21比24，杨承恩的发球。哇，杨明这个球真的就跳得高，直接在4号位撇直线啊！第一局结束啊，后来居上，屏东台电25比21抢下。25比21。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打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a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的，这一场11月17号啊，也是屏东台电跟台北康帝已经是今年球季第3次的交手。那攻击两边差不多，差距上还是在于稳定性啊，还有跟拦网的能力啊。屏东台电，尤其到后头，如果你都是都是单支的时候，屏东台电就真的得分效率上拦网拿了6分，台北康帝只有2分，另外就靠着对方的失误啊，屏东台电拿6分。刚刚提到，从18比17，台北康帝领先之后，那个点之后完全被对方给压了过去。第一局屏东台电的攻击点前后排，黄正良5分啊，曾祥明跟庄少杰各3分跟2分。那在整个台北康帝这边是林胜恩的4分，这个郑胜瑞跟张浩博各3分。这真的还是。整个这种攻击的对康帝而言，这个接发的一个稳定度还是要再高一点啊。是，毕竟台电这边的一个高度哦，真的是很漂亮啊。好，现在马上要进入到第2局。那这个礼拜在苗栗啊，那连续2周之后呢，下礼拜要到凤山啊，也是大家相当熟悉南部的一个重镇啊。4号位的进攻，哎呦，他打大炮哎，这洪生打大炮，这其实那个显真教练有聊到，就是对啊，他也会让球员开始去做一些调整啊，是那个必须要他们想要把边陲的高度提升啊，所以廖洪生这个点就变得要比较灵活，那就跟甘可慧拉去打副位的意思是有点类似了啊。雨辰的发球，中间的快攻没打死。哇，硬抓！哇，林胜厉害！对，而且他整个一个落点呢都是到9米哦。对。其实有些时候很有意思哦，你能够把这个场地的这种长度充分利用，哎，那个就是个学问哎，对不对？是，那确实要有一个足够的练习次数，才有办法那么稳，对不对？没错。啊，这就可惜了。所以说你讲实在话，你说看都拍高臂背臂，你不要笑说啊耶帕拉波波，还是真正练出来。对，那是技术。对，那是技，那是很高的技术。你会看国际比赛那种打长线的都超强的。2比1。许文成的发球。哇，真的哦。哦，真的哦，廖鸿生现在你看哦，第1局打中哦，第2局现在打主攻打副位哦，拉高击球点、哦。对，而且他如果能够打副位，基本上对他们的拦网还是有一些帮助哦。陈曦，哦。黄正良，哇，单人拦网，哇，这个球硬是把分数给要了回来啊，3比2。好，切入，好球，做一些整个位移式的攻击啊，是。
3比3。S 快攻，哇，左手的，对，林怡辉。你有时候看林怡辉打球，就觉得你看他上去的时候，你就看他一只手在上面，很高很高，然后就很瞬间那种用力的撇掉。他那个摆背的动作其实是蛮明显的哦。4比3。王正良发球。 好，顶起来，还有后排可以打，黄正良，哇，又是身体在空中停了2秒之后，等到下降到最低点的时候撇掉。哇，你看他刚刚前一个电杀臂，这个球完全是用身体的伸展延伸去打球。哇，最近他的状况真的调得很好了哈，可快可慢。后排进攻，这球有没有 touch？ 唯一的机会是前排有没有触到？没有。对，这个球给的比较贴网哦。对，有点不够高了啦哈。是，给的距离呢，其实有时候会依选手的一个身材条件哦、来做选择。6比3。 开网，好球！对了，真的是康帝的球要打的再真的要开网一点是啊！郑胜瑞呀，郑胜瑞。4比6。 哇，这球刚好发2个人的中间破坏掉了，机会，机会，还有，哇，林怡辉真的是啊，这球被抓是一个出界，要来挑战的屏东台电的是拦网触球，有了，裁判直接改判哦。对对对。 因为杨承恩就直接自己承认了啦，虽然说台湾的制度还没有给这个绿牌了啊，不过基本上这个球因为蛮明显，就不要浪费这个挑战的时间了。是7比4。哇，这球平冲，处理球，接球还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啊。康帝的球只要没有到位啊，打这种比较单调的攻势，风险真的比较高。 台北康帝喊暂停，下分数4比8，4分落后。也要比，对啊，高的球高于上面就用多的就好了，一定要用低手去，就是这样。不要放掉，不要放掉。对，用突围就不用跟突围管了，也比较好控制。来，加油，来，暂停结束。这阵子屏东台电是一个5比1的小高潮，后排点掉了，点掉下去了。 其实有时候看大专队打球很有意思，就比如说每年一方面阵容会做一些调整，一方面角色也会做调整，所以都要一点比较长的时间去磨出一个这个最完整、最佳的阵容啊。是。女生，哇，好球好球，这球撇掉。5比9。 球迷说有看到他可能在现场看到有人提大袋便当走过去，说是我们主播要吃，我们有吃那么多吗？好，这个球还是强明的后排，对，强明的后排。不，到目前为止就是让台电打的这个第2局，现在攻势打得更开哦，所以说其实就在得分的效率上来讲，也是还蛮，就是得分效率是高的哦。对，康帝这边的一个接发哦，其实
是接的还不错，但是呢，有点点太靠网了，所以举球员在给两侧的时候呢，球都比较短一点。呀，这球救回来，还有。时间差，哇，还是林胜恩，还是要靠林胜恩飞啊。对，而且他的移动速度很快哦。当然，以他的一个身材条件是比较吃亏的情形之下呢，这样子的一个切动位移哦是非常需要的。是，6比10。哇，这球飘过头了，飘过头了。林胜恩，好，这球没有撇掉，再来。哦，这球给黄正良，直线也被守住。好球，再来。哇，差一点没有人卡吧？黄正良，哇，很敢打嘞哦。是。哇，黄正良今天只要讲到这种状态，就是你只要球把它做得够高，他就知道怎么处理哦。12比6。好，林胜恩的发球，7比12。修正球，这个角度有点偏差。对，这个角度算是偏差的比较大一点点哦。台北康尼再添1分，8比12，4分差。哇，林奕辉的左膝好像有点不是很舒服哦。是。哇，好球，这个撇得快。对，庄少杰。这之前跟怡辉聊过，他的脚也有一点，之前应该算是膝盖的这个旧伤啊，有点纤维化，所以也都一直有在做治疗了。是，排球选手真的是很容易有这个髌腱炎这个问题啊，因为弹跳次数太多了，应该算是排球的一个职业病啊。放软，后排的进攻，许文成，好球，守得漂亮。哇，这球有没有 touch 到？要挑战吗？台北康尼是不是要挑战？要，拦网出球。感觉起来在那个球过网子的瞬间有一些杂音出来，不知道到底是碰到什么，是网带呢，还是碰到手嘞？这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这种台电的一个他们的退休的一个啦啦队啊，是，这他们叫电力退休人员协进会啊。好，看这个挑战有没有 touch 到？没有，哦，闪过去了。台北康尼挑战失败。14比8。全程发球。这几个机会其实都已经创造出来了，可惜啊，在整个攻击的部分来讲，还是没有把握到。是，就是两侧的球还是偏短啊，都兄弟了啊。15比8。7分的领先。
发完自己先倒地。许文成是有这么夸张吗？哈，他有一点那种摔到地上，这个球自己的重心没抓稳。9比15。哇！两边的发球都没有把握到啊。好，现在屏东台电把严正富给换上来。张孝杰退场。16比9。快攻。往后掌顶。还在被呀，再来，放短，有防备，修正后排可以打，许文成，真顺利，往空中打，再来，啊，哎，所以你看哦，你看廖鸿生的这个转直线，你再看这个黄正良的转直线。就那个腰的软度来讲，其实对排球员来讲，尤其要打这种后排老二，也是一个关键点。是，台联这边好像在考验这个黄正良。真的。好，这几分的整个差距还是有点稍微被拉开啊。台北康体喊暂停，9比17。用手就转掉，啊，不然就是手转身体不转，身体转手就转掉。好，对对。爱刚刚爬，像你刚刚那一颗，几乎只有一个人拦，那个路线是错的啊，应该是要么很直，要么就是斜。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啊，那个黄正良那个后排那个硬要转直线，那个腰都快断了。其实讲他那个真的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的动作哦。是，这是他的特色。对。好，现在屏东台电准备要把黄正良换下去，要把曾茂聪给换上来。17比9。时间差。曾祥明放短。哇，还是交给林胜恩。好球。哇，现在你看到这个整个攻击的主力，算是林胜恩在一方面在康体最有经验，而且最敢打。是。而且他是朝着这个进来的一个助跑路线哦，下压的时候呢，手呢是往另外一侧来做延伸哦。台北康体换人，把林威宏给换上来。对，林威宏换上来之后呢，其实都有不错的成效哦。呀，郭博义也上来。曾祥明。哇，这个球完全空了。那在那个拦网的高度上还是有点小落差了，直线的点啊。18比10。曾茂聪的发球。曾茂聪啊，自己没能够掌握好，这球是被球网给拦了下来。是。11比18。这球哇，其实有点来不及，还好他追上去有补上速度啊。对，目前其实也是有点算是在练兵哦，让每一位选手呢都能够上去哦，稍微做一些练习哦。那其实呢，
板凳的深度真的是很深啊。呀，虽然呢是可能不是先发的一个阵容哦，但是其实每个选手呢都非常的优秀。呀，就等于说是前面的一队边上够卡几队了哈，一起那样。台电2队。对。好，曾祥明的发球，19比11，短球，这球被骗到了。哇，这球力量不大，可是下坠的速度相当的快哦。好，现在屏东台电要再换人，也要把举球把陈玉仁给换上去。好球，好球！林威宏，林威宏。李文宏还会打单脚背飞哦。台北抗议队进球第5，时间要向15号张家伟上。现在在台北康利再换人，张家伟上来队长。4号位的进攻，哦，力量放掉。对。林威宏，好，直线。打得漂亮。13比20。张家伟的发球，后排的进攻，还有顶住。曾祥明前排的快攻掩护之后，曾祥明对这个球打得很漂亮哦。当然呢，嘉轩的一个接球哦的一个品质哦也是相当不错。21比13。快攻，快攻，快攻！这球移挥虽然说顶到，可是这个力量实在太大了哦。对，肯定是要趁自由球员不在的时候呢来得分呢。维宏，时间差。哦，这球有抓到哦，不错。哇，打平的，打平的，这球有吗？好，现在要来挑战有没有拦网触球。好，承认了啊！屏东台电承认，就不要再看，不要再看挑战系统的画面了。15比21。还有出界，哇，这几球打的就比较凌乱一点哦，要来挑战的也是一个拦网触球。屏东台电队第9挑战项目为拦网触球。连续的一个追分。下次以后打球哦，干脆那种全场的观众一人送一个一个按钮，有没有？直接然后就像那个选秀节目这样，看到底几票对几票。我们来看这个到底有没有？没有啊！台电的挑战失败。屏东台电队挑战失败。
好，这阵子就像刚刚美静说的，这不断的失分，现在是屏东台电喊暂停。哎，你几嘢？是我哋裝嘅。你怕決他對不對？對吧？哎，那球那麼靠網，隨便人家打，都冇人要去了。你少年人較拼啊，你無等學長嗰個都太快，知無？啊，對吧？赛局结束。两边的分数差一度到达9分的落差。那这阵子的整个攻击让台北康帝拉出了一波5-1的小高潮啊。好，现在屏东台电再把许文成给换上来，把郑伟志给换，好像脚还是有点不舒服啊。郑伟志是，不知道是稍微有扭了一下。后排的进攻，好球！这球漂亮漂亮。果然是要拼一颗。嗯。西斯快攻，过来打一个背后的 C。17比22。打到丘位，还有救到。哇，这个时候的位置几乎已经在到6米线的附近啊，这球没有能够处理好。好，让屏东台电再拿1分。现在第2局23比17哦。许文成的发球，靠网球。直接压过来。原本应该是送上门的一个8包球哦，对，反倒是让康提得分。杨承恩，再回到场上来，前排中，18比23。哇，接内球，对，他的攻击真的对啊，曾茂聪的整个攻击的高度啊，跟那个爆发力啊，真的是没话讲。对，刚刚教练有交代哦，不要再让学长下去了。哇，没接好，大斜线，这一球攻击的出界，第2局结束啊！屏东台电25比18，再下一城，局数2比0。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
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好了，我们来看看屏东台电跟台北康体这第2局的状况。其实最大的差别真的就在稳定度啊。屏东台电整局只出现了5个失误，可是呢，台北康体失误贡献给对手12分哦。那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也使得第2局分数25比18，最大的分差到达了9分。现在2局在手啊，那这第2局的整个状况啊。在台北康体来讲，只有林胜恩的稳定度高一点呢。郑轩瑞今天跟林威宏换上来，各拿了第2局2分。那屏东台电的部分，曾祥明3分，黄正良3分。后半段换上来，曾茂聪拿2分，攻击点很平均了啊。那打起来对今天的屏东台电讲实在话，就是没有感受到特别大的压力哦，打起来蛮流畅、蛮顺的。时间差，呀，接内球，许文成。
加快了一个进攻节奏哦。前2局的球呢稍微比较高一点哦，那第3局呢一开赛呢给了一个平快球。黄宇辰的发球，举球员。哇，这个接的有点危险啊！好球，好球，好球，高举高打，救回来。6号的廖鸿生。教练团真的最大的特题就是怎么样去组合出一个最好的菜哦，让每个人的位置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呢。哇，中间的平行快攻呀！再来，做了一个假动作。这阵整个屏东台电是打的，算起来是蛮轻松的哈。是。3比1。哦，这个抓得漂亮。廖鸿生，其实台北康体就有的时候必须要把自己打嗨一点哦。那今天你看到，其实比如说每一场比赛都会看到他们那种升龙拳的动作，今天都还没有看到。3比3。哇，双手托。哇，还是交给连胜。是。要到了 touch。对，黄一晨这个球想要闪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4比3。廖鸿生继续发球。王正良。哇，这就还是出手，其实有刻意再放慢一点点。林生也有判断到这个攻击的路线呀。庄少杰刚刚做了一个漂亮的假动作。被拦回来，还有过头了，来不及了。林一辉直接把包吃掉。球迷来问哪个升龙拳，大家记不记得？如果这个康帝拦到网之后，他们6个人会往中间靠在一起，而且 Holyu Ken 整个手就上来，有没有？今天都没看到。魏红的出手，哇，这就拉得有点开啊！其实搭配的没有做特别的顺啊，那个 timing 没有打得很顺。李源在后面很积极哦。感觉出来他是很想上场。是。谁叫他跳那么远啊？这球又被哇，林一辉完全看准了对方要出手方向的改变，抓得死死的。起来的时候呢，是直接跟着球的方向做延伸了。现在台北康帝喊暂停，这阵子打的有点那种自投罗网的味道啊，4比7。好球的话，坏球的话，不要对，那都包死了，怎么还会这样打嘞？对不对？你看这个，对不对？你想要打什么路线啊？好不好？对，好。
好，暂停结束，庄少杰的发球。后排的进攻，林胜碎哦，这个球是举得漂亮，我以为他要往2号送，后来是走后排。林威宏的发球，快攻！哇，林一辉。 哇，今天打起来很顺哈。是。8比5。哇，过头。还有机会。 长线好球，张浩博呀，张浩博这个球刚好是落在9米线上。6比8。这一个加压式的吊球，呀，真的是上去之后看哪边有空档就往哪边塞啊。9比6。曾祥明吞了下去，好球。韩晨曦。 你可以看到，在局间的时候啊，这个康帝的教练团就会球员一个一个拉过来，就开始可能做一点点的说明，跟在做及时的一个指导啊，让他们慢慢更能够熟悉在场上可能会面临的状况哦。哇，还是林胜恩啊，是硬是穿过去哦，还是打了一个大对角，底线球。 哇，这也是留到最后打一个大斜线，许文成。哇，又是华丽的一个转身啊！是。如果这个球是卡在攻击手是右手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哦。但是林胜恩是左撇子的哦。直线呢还有一个空档。拦得回去。还有。再给许文成来处理。 沈恩，哦，这球可惜了，是这球长了一点点。对，但是这种弱点其实还是能够接受哦，因为偏差不远。吊球，短球救得漂亮。 啊，这球应该是有点太积极了，对不对？是，只能放着哦，因为球呢是在康体的一个空域哦。呀，这球硬是伸手过去，哇，那个这黄正良这个球伸得太夸张了，越界越的是很清楚，而且是整只手已经几乎都在对方的场区了。 哇！彼此快攻，双少杰
哇，今天在前排中讲实在话，这个对台北康体而言，现在抓不太到对方的节奏哦。是。好球！哦，曾祥明也抓到了一个相当好的一个高度跟落点啊。2分差。好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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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威宏，哇，林威宏看起来真的是身体瘦瘦的哈，可是基本上其实磅数还蛮重的哦，是摆背的动作也算是大的哦。单手，还有，哇，这球救到哪儿去了？哇，真的排球选手在那种瞬间，当你身体在转动的时候，你的那个空间感一定要维持得相当好啊。14比11。啊，这球给的位置不对，对，速度不够。嗯。15比11。哇，又是移位上的接球，没有能够及时的到位啊。哇，这2个不经意的失误，现在分数又让屏东台电给拉开了。16比11。4号位的进攻，好球！张浩博这球还是一个转直线。现在张家伟上来，郑任瑞上来，12比16。第二时间，啊，真的是黄正良打个人移位啊！对，大侠也是在4米哦。好，现在屏东台电换举球，陈玉仁上场。哇，这个球完全修不回来了，还是一样啊，接球不到位啊，也使得康体的这波的机会又给错失掉了，失误收场。板球，哇，又是前排中拦得死死的啊！球已经在2个拦网手的中间了哦。哇，这阵子攻势一直被对方给识破啊！现在台北康体喊暂停，分数差距到达7分。一样哦，接发球，接发球。上来不用说的就好了，他飘了用说的。不要自己丢脸。
暂停结束。7分的领先，继续由黄正亮来发球。修正，救得不错哦，再来。曾祥明，哦，这就守得好。对，自由手也守了起来。C 是快攻，中间还是有被跟到。是曾祥明。哇，这球打斜线打得太斜了，球点已经掉下来了。台联这边再换上曾茂聪。张浩博的发球，这球没顶起来，修正，放短。好，曾祥明这球打得相当的聪明啊，20比13。哇，短了。哇，这球守住哦，可惜出界。许云成的重扣，屏东台联再换人。好，现在严正富上来啊。好，现在再换人，再把郑伟志给换上来。还有梁鸿生高打点，哇，救得漂亮，是，可惜了，郑伟志慢了一点点。哦16比21。哈哈，偏掉了。想要直接做一个突破哦，但是球呢是接在中间的一个位置哦，他出手的一个球线呢就变短了。这阵子，我想对屏东台电的教练团会觉得是不管怎么样，你不能够有那么多的失误啊，赶紧喊一个暂停啊！21比17。其实台电虽然领先很多，但是他每一局呢其实都还蛮谨慎的哦。每一局一开赛呢，还是用最好的一个阵容哦，先把比数呢给拉开。这一波连续让台北康帝啊追了3分回来啊。17比21，斜线守住，后排的进攻，
排型真的很好哦，后排大在这个5米半跟6米的位置。好，这个暂停过后，屏东台电感觉起来那个精准度有提高了哦。台北康帝在是做人员的更替啊，郭博一上来，林威宏上来，22比17。陈玉仁发球，宝宝。都没点死啊！吊球，还有，再来！哇哦，自由球员飞身，这个球，这个球两边都不断的在出招了啊！我刚刚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其实。真的到那种关键时间点，就看你敢不敢出手。刚刚林胜恩那个球是真的是很敢出手哦。对，而且康提的13号自由球员哦，陈佑哦，整个是呢飞身鱼跃哦，把球救了起来啊。18比22，啊，可惜呀，林胜恩的这个跳发想要切半粒了哦。23比18。接球到位，哇，没有空间了，因为球都已经短了，就直接要第一时间抓掉。可是，一样啊，就在对方的手上啊。赛末点了24比18。这个球完全是过头了。好球！哇，打点拉得很高啊，曾茂聪这一分拿到第3局，屏东台电259直落3击败了对手，也拿下今年球季的第5胜啊。台北康帝的开壶还要再等等啊，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
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ot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的上元教练还有郑维之跟怡慧在我们的现场。首先跟上元教练聊一下，这2天其实台电打起来，算起来这一阵调得不错。黄正良回来，那好像让你们整个在攻击面来的深度更好。可是又听起来好像中间手的伤也比较多一点。对，我们现在中间手蛮缺的，蛮吃紧的。对，小毕在上周跟台产打的时候，上周跟台产打的时候手又去吃萝卜。对啊，然后怡辉跟小杰他们其实膝盖一直都有伤啊，对。那可是那正良的部分又调得不错，所以这2场球看他打起来就其实是蛮轻松的，对不对？对，因为阿良他当兵嘛，然后所以他1个月都没有碰球，对，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上2个礼拜就是一直在举球给他打，对吧？就是尽快帮他的球感找回来，对。对。那我们在过程当中看到怡辉一度这下来的时候，很多球迷也在关心膝盖是有什么比较明显的不舒服吗？就是现在在跳的时候，很容易会有那种夹脊的痛，就是可能会突然瞬间没办法出力，会软掉那样。然后像刚刚其实很多球在场上做拦网的时候，那个瞬间那个左右的反应，其实是知道球在哪里，要往哪个方向，但是身体就是动不了。那个脚就是动不了。我用4个字来翻译，就叫做力不从心。没有。不过基本上就是对球员来讲，像我之前也跟你聊过这个问题嘛，因为你就必须要去维护你的脚的状态。对。那现在能够怎么样去尽可能让你的脚舒服一点，而且把那个可能的伤害跟可能的影响降到最低？
因为像我现在几乎有比赛，就每周都会去打葡萄糖。OK。然后在平时的训练就去减少对膝盖的使用度，然后就多做一些肌力训练这样。那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就是肌力训练是一个比较根本的一些状况。那再来就是还是要固定的去补充一些葡萄糖就对了。对。那医生有给你什么更好的建议吗？还是就干脆退休？哦，没有啦。毕竟也打很久了，膝盖也难免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伤。这个应该善元也很有经验嘛，多少都带一点点伤，不太可能都完全是不动，对不对？所以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吗？站在教练的立场。给他什么建议？我觉得，因为治疗一定是要去治疗了，对啊，然后再来就是肌力方面嘛，就是把它练更强壮一点，对啊。好，那伟志啊，其实我看啊，每次你要上去之前呢，教练都会给你一些提醒，而且给你一些加油跟鼓励。所以通常来讲，教练都会在你上去之前，教练都会跟你讲什么？他问我有没有准备好？我准备好哦。对。啊，你都会怎么回？可以啊。就跟他讲说可以。好，那今年在整个打起来跟去年，你自己觉得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感觉比去年有技术的成熟一些，就没有去年这么上去会怕怕的。去年，那你上去之前，像比如教练这样跟你沟通，教练通常都会要求你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不要紧张。比如说上去发球，就是先把球发过，然后上去接发，就是先把球接好。好，可以看得出来，今年的整个屏东台电感觉起来整个团队的状况一直调整的不错啊。不过当然，就像上礼拜提到的，跟台产的比赛又有吃萝卜啦，又有脚不舒服的，可是也有人回来，期待后面的比赛会越来越好。而且当然，如果说身体上有一些不太舒服的，赶紧找到最好的方法强化，好不好？好，谢谢，也恭喜啊！这个礼拜屏东台电是连胜2场啊，也把战绩又往上顶了。我们下礼拜期待在南部这个屏东台电的一个表现。好，谢谢3位，我们再把时间交给美金老师。非常恭喜哦，台电的3-0哦取得了胜利哦。那在今天呢，其实康体呢表现最好的人，当然就是林胜恩哦。林胜恩呢虽然身高只有175公分哦，但是呢前后排哦真的是火力全开啊。那在整个一个比赛过程当中呢，在台电这边呢，当然哦真的是呢。整个呢选手的一个身材条件哦，包括技术能力呢，一定呢是国内呢是相当出色的哦。那刚刚呢，这个志平哥也有提到哦，这个选手的一个伤势的问题哦。当然这么出色呢，肯定是练得特别多。真的，那个都是负荷，就是一直不断的，就是有一个强力的加压、负荷都会有的一些造成的一些。对选手来讲，很少说没有伤的了。对，没错。所以包括像善元教练呢，他自己本身也是选手出身的哦，所以呢，一定呢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个伤痛哦。那当然呢，在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疼痛的一个指数里面哦，那当然还是要治疗、修复哦，以及呢强化，不断的呢去做一个循环哦。呀，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在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随时的调整啊，那也要很细微的去了解自己的现在身体的状况。其实对来讲，其实我们有时候当然讲说退休是开玩笑，其实现在的运动医学很强调就是说预防治疗，那再来怎么样去延长这种肌优运动员的运动生命，我想这真的是蛮重要的哈。是，没错。好，我们在今天也欣赏到一场这个屏东台电跟对手台北康体的精彩比赛。接下来，彰化3代有线昨天是输2赢3，要来挑战的是桃园台湾产险哦，这也会是一场精彩的好戏。那我们也期待跟观众一起再继续往下的收看。今天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美金老师，也谢谢观众们您的收看。我们下一场精彩的气排再见了，拜拜，拜拜。